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发。最近 Seedance 2.0 呢真的是蛮火的，很多人都在用，但其实大部分人只用到了一点点。所以这支影片呢，我想帮大家解锁几个 Seedance 2.0 比较实用的玩法，而且我会直接用接案的角度来测，看它到底能不能做出可以变现、可以真的拿去用的影片。那我这次呢的想法就是会测3个方向：热门影片、商品影片，还有长内容叙事影片。讲白一点就是这些玩法最后能不能帮你赚钱。那我就在 Dizim 这个平台上来测试一下 Seedance 2.0。在上个月呢，我也做了一个登山的长影片，然后指定了多个角色的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看看我前面的影片。在 Dizim 这个平台里面呢，你真的是可以一站式的完成你的创作。它有非常多的 AI 工具，图片转图片，然后对话式的编辑你的图片，创建一致性角色，还有它的口型同步呢，现在也支援了多人口型同步。你的一个场景里面可以有很多个人，然后你可以像剪辑影片一样，把你的语音呢一段一段的给这些人加上去。还有像是常规的图声影片，它都支援最新的一些影片模型，还有换脸即时故事版，还有影片图片的升级，给你的角色换衣服，还有就是风格的转换、图片的扩展、影片的扩展，帮你的产品图制作背景、图片转 3D， 还有产品影片等等。那我还是回到首页这里，在 AI Video AI 影片这里点一下，然后呢，可以看到 Seedance 2.0 这个模型，点开之后呢，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需要来选择影片模型。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影片模型这里都有。然后呢，你就要看一下了，你是想要首尾真图片来生影片，还是任何真图片来去生影片，还是用参考图去生影片？那我们先来试试首尾真的。我的首真图片呢，就是角色在咖啡厅的桌子上书写东西。那尾真图片呢，就是同样一个角色，他手上呢拿着一个唱片，同样的场景都是咖啡店里。再写一下我的影片想法，角色一开始呢坐在桌子前面书写，然后逐渐停下手里的动作，抬头思考，然后将注意力转移到桌子上的黑胶唱片，伸手拿起唱片，并且轻轻的观察镜头是怎么移动的。我写提示词的习惯呢，我一般都会把运镜、节奏、风格，还有光线，还有我想要 AI 注意的点呢，我都会讲清楚，慢推加微环绕。这个功能说到底呢，它本质就是我决定的开头跟结尾，中间让 AI 帮我补。所以这一段的场景，我刻意不会做那种大动作的场景，我反而是更看重影片模型，它在补中间的画面的时候，角色的微表情，还有它的动作变化，是不是连续的，会不会有跳帧的情况。那它这样写实的风格是不是会给我一种生活感，还是 AI 感？再就是影片分辨率，还有它的时长，最长呢就是15秒，那我直接按最长的来生。 OK， 生成看看结果，会跳到这样一个工作页面，左边就是 AI 工具的切换，那中间呢就是对话式的编辑，那右边呢就是我们生成的结果。它是有过程的，不是直接呢从 A 跳到 B， 而是停笔思考，转头拿起唱片，这一整段是连续的，那情绪呢也是很顺的，你会感觉从专注到放松的一个过程，这种转换是很自然，不是硬切。
还有镜头有慢慢的推，有一点角度的变化，但不会呢让你觉得很刻意。做好的影片可以口型同步，或者呢给影片升级画质，添加影片音效、影片编辑，还有控制角色动作。那其实首尾帧去生影片呢，它是可以做到连续的生成一个长影片，讲一段长的故事，把后面的内容呢改一下提示词，然后把这个片段的尾帧图片放到首帧里面。那这里的尾帧呢，如果你有指定的图片可以上传过来。那这样的图片怎么做出来呢？如果你看了我前面 Dizim 的那集影片的话，就会知道了。在 AI 图片这里用参考生图的方式就 OK 了，把角色的图片还有场景咖啡厅的图片都导入进来，然后再描写一下这个角色在咖啡厅里做什么样的动作，像是角色可以是在书写，或者可以是拿着唱片，或者呢可以坐在唱片机的旁边喝咖啡。Dizim 支援的生图模型也很多，大家可以根据需要来用。OK， 回到影片这里，点击生成就可以把第二个片段接上去了。Seedance 2.0 的这种首尾帧生影片的方式，其实很适合拿来做日常 Vlog 或是那种情绪片段，而且它现在做出来的过渡是很顺的，不会有那种很明显的跳帧感，整体看起来画面感很强，很有故事感。接下来我还想测一下 Seedance 2.0 让它来做一些商品影片到底行不行，也就是提供参考来让模型生成影片。在这里呢，我只丢一张图进去，就是这样一款包包，而且它里面其实是有3种颜色的。我想测一件事情，就是用这同一张的图，看看这个模型它到底能不能做出2种完全不同用途的影片。一个呢是那种看起来很贵，可以直接拿去打广告用的，另一种呢就是很像真人在用这款包包的那种 UGC 生活感的影片。使用参考图片里面的3个包包，棕色、绿色、酒红色作为主体，生成一段高质感的商业展示影片。场景是现代建筑风格的空间里面，让镜头去慢慢的展示这3个包包。影片尺寸16:9 720p， 还有影片也是拿这个最长的15秒。OK， 点生成。我先讲讲重点，这段呢有像广告哦，而且不是那种 AI 一看就假的感觉。第一个呢是光影，它那个光打在包包上面其实是有层次的，不会整个糊在一起。第二个呢就是细节，皮革、金属扣件这些地方是有撑住的。第三呢就是镜头了，推进环绕都有做到，而且不会乱飘。最重要的一点呢，我觉得是它没有给我生成3个不同的包包。AI 理解了这是一款包包的3个颜色，完全是可以拿来做品牌展示，放到官网上了，或者是直接拿去跑广告。好，那刚刚这一段呢是比较偏品牌广告的，接下来我想用同一款包包，但是要做不一样的影片了，像是很生活化的影片，但是呢我又要想指定一下我的模特，还有指定一下我想要一个咖啡厅的场景。那这里呢我也没有图片，我可以直接在 AI 图片这里先生图。一名年轻的亚洲女性角色，五官自然精致，那她要穿着适合咖啡厅场景的服装。那如果你想要指定你自己的模特，那就把模特的图片上传过来。那我是把自己的图片上传过来了，但是呢它可以帮我改图，也就是用我的样子来改成适合咖啡厅场景的一个外观。模型呢就选 Nano Banana 2吧，点开这里呢可以确认其他设定。 OK， 点生成。再来就是我要把场景也生成出来，就是咖啡厅。这个场景呢我会刻意加一些细节，像是书本、唱片还有窗边的光线，这些东西也会直接影响到我的影片画面会不会有生活感。
OK， 那咖啡厅的风格，还有我的角色的发型，还有衣着，还有它的一个气质都固定住了。再回到 AI 影片这里，除了原本的包包这个场景图，加上角色图，还有我的咖啡厅场景图，全部丢给 Seedance。提示词呢就改一下。生成一段 UGC 风格的生活影片，角色在咖啡厅内自然互动，坐在窗边或者将包包放在桌上，镜头呢模拟手机的拍摄。那可以引用一下对应的图片，比如这里的女性角色就引用一下我的这张图，然后咖啡厅场景引用一下咖啡厅的，然后就是包包了，我选的是棕色，因为我比较喜欢。因为生成 UGC 风格的影片，你肯定不能说3款包包你都给到画面里面，就会有点假了。OK， 看一下模型的相关设定，开始生成影片。因为我前面呢已经把人场景都先锁住了，所以出来的结果呢，角色不会乱变，风格也不会跳帧，那个生活感是有出来的。像坐在窗边桌上的那些东西，还有那种自然的动作，其实会让你觉得好像他真的有在用这个包，而不是在看一支广告。然后镜头这边呢有一点晃，但这个其实呢反而是加分的，因为 UGC 的影片呢它就是这样的。这次呢，其实就是帮大家把 Seedance 2.0 的一些玩法大概都解锁了一轮。那我自己测完的感觉就是，它现在其实蛮适合那种本来就在做短影片或是有在接案的人，你可以用它去把产量放大。像做电商、做品牌的商品影片或 UGC 这种，其实呢也已经有机会直接拿来用了。还有一种就是，如果你本来就想做内容，但是卡在没有团队也没有设备的情况下，这种工具其实可以让你一个人就把整套东西跑起来。相关链接呢，我也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里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玩玩看，看看适不适合你的工作流程。OK，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，拜拜。